哎，婉清，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你下午干嘛去了？我……哎，怎么了？我下午看到穆婉婷在你车上。哦。你之前说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跟我提亲，不会是跟她有关吧？嗯。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你笑什么？我又不傻，我藏谁也不能藏他呀。那你还想藏谁？哎，不是，动动脑子，我都有你了，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吃什么醋啊？那我也是个女人啊，我也会吃醋的。你至少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来，本来想等事情更有把握，我再告诉你。但既然你看见了，我如果不说，你可能会乱想。到底怎么了？害死你哥哥的凶手另有其人。10年前，徐伯钧与罗督军争夺上海的控制权。罗督军因为辎重被劫了，他想退守穆家码头运送弹药，但是穆家一直与徐伯钧交好，所以不肯借码头给他用。军情紧急，罗督军便派人假冒绑匪，绑架了穆远航，并将他关在了码头的仓库里。罗督军以解救穆少爷为由，派兵占领了码头。当时穆志远在外地运货，萧夫人也是救子心切，所以便答应了他，让他用穆家的码头来运弹药。包围整个码头！也就在那个时候，崔连凤来找了我。他说肚子里怀了我的骨肉，说只要我能够帮着把穆少爷灭口了，那穆婉婷就可以回到穆家。如果将来他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话，变成了穆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我当时虽然答应了他，可我心里真的很犹豫。谁知道，没等我下手，徐伯钧就动用火炮，开始轰炸码头了。然后把穆少爷藏身的那个码头给轰平了。穆少爷也当场身亡了。徐伯钧的副官徐远来找我，他说罗督军经此一战，已经失去了势力。罗督军现在大势已去，只要你一口咬定穆远航的死就是他罗督军所为，我们徐督军一定会保你荣华富贵。你可得想清楚了。我当时昏了头，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就答应了。在徐伯钧的授意下，我
趁乱进入了已经被炸毁的仓库，找到了穆远航的尸首，并且在他的胸口又补了2枪。而且我把他的手表向后拨了2个小时。罗督军战败退兵，徐伯钧终于占领了上海。双方因为穆少爷的死而纠缠不清，对簿公堂。穆少爷尸体被炸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而且当时没有什么目击证人，案子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京市警察厅在穆少爷的身上发现了2处弹孔，法医鉴定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穆少爷的手表却是因为轰炸停在了下午3点钟。警察厅因此判断，轰炸是穆少爷死亡后2小时以后发生的。最后这件案子被判为罗督军撕票在先，徐伯钧轰炸码头在后。罗督军也因为撕票杀人而罪名得到了落实，失去了他在北京政府的所有头衔，而他的官职也都被徐伯钧给代替了。徐伯钧也知道，如果你母亲帮助罗督军运来了弹药，那胜负就变得未尝可知了。成王败寇，一念之差，所以他抓住罗督军弹尽粮绝的机会，选择了舍弃你哥哥的性命。婉清，我这儿虽然还有一个证物，但是我们今天不看了。看，关于我哥哥的证我都要看。你们看到的这段影像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仓库对面拍黄浦江的时候留下的，他刚好记录了徐伯钧轰炸仓库时的情景。当时我怕节外生枝，所以就出钱把这段胶卷买了下来。这也让我无意之中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证据。穆远航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他的手表却停摆在3点钟，是被我调后了2小时。法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判定穆远航是在徐伯钧轰炸之前就被人撕票杀害了。但是现在这段胶卷刚好记录下了徐伯钧轰炸仓库的时候，日本的旅游船山东丸号正好赶上进港。我也调查过了，这个山东丸号它是固定从青岛到上海的航线，1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基本上都是下午1点钟左右。